你好呀，这裡是 Momo 的投資筆記。上一次分析高通時，股價還在226美元，我當時明確說不追高，等195到200美元。現在它不僅跌穿了等待區，還回到了 155.68 美元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新財報裡汽車收入增長 61%， 手機收入卻下降 20%， 新業務在踩油門，老業務卻在拖後腿。高通靠驍龍芯片和通信專利賺錢，現在又往汽車、物聯網和數據中心擴張。我把新財報、走勢和估值重新過了一遍，結論先說，評級從觀望調整為謹慎增持，現在的估值已經合理，可以分批參與，但趨勢還沒反轉，不適合一次性抄底。這一次最關鍵的是4個數字，第一，當前價格 155.68 美元，比上次分析時回落約 31%， 同一家公司風險收益比已經完全不同。第二，第三季度營收 99.47 億美元，同比下降 4%， 成績不算暴雷，但增長確實停了下來。第三，非 GAAP 每股收益 2.21 美元，同比下降 20%， 利潤下滑比營收更快。第四，手機收入下降 20%， 但汽車增長 61%，物聯網增長 9%， 這說明多元化正在兌現，只是體量還不足以完全填上手機留下的坑。高通最新價格是 155.68 美元，單日下跌 4.42%。過去2年的低點是 124.07 美元，高點是 251.02 美元，當前距離高點回落約 38%。近1個月股價下跌 17.5%， RSI 降到 32.3， 已經接近超賣。不過 EMA12 在 170.49 美元， EMA26 在 179.99 美元， MACD 仍然走弱，也就是说短線可能反彈，但下降趨勢還沒結束。更穩妥的確認信號是重新站上170到180美元，同時 MACD 開始收斂。接下來聊聊最核心的部分，估值。按過去12個月盈利計算，高通市盈率約 16.7 倍。根據前3季度業績和第4季度指引，2026財年調整後每股收益大約是 10.3 美元，對應預期市盈率約 15.1 倍。如果汽車、物聯網和數據中心繼續增長，15倍不貴，但如果手機繼續雙位數下滑，這個估值也不會自動修復。按照 10.3 美元的調整後每股收益給18倍市盈率，基礎目標價大約是185美元，較當前價格有接近 19% 的空間。所以現在的高通已經不是上次那種公司不錯但價格太貴，而是價格合理但增長需要重新證明。基本面先說亮點，再說問题。第3季度毛利率約 53.1%， 淨利率約 20.1%， 汽車收入達到 15.88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61%，而且已經連續23個季度保持雙位數增長。授權業務的利潤率仍高達 69%， 繼續充當高通的現金機器。前9個月自由現金流約 68.27 億美元，本季度又通過分紅和回購向股東返還23億美元，現金創造能力沒有問題。ROE 近似拆分後約為 33%， 主要還是由利潤率驅動，不是單純靠高槓桿撐起來的。問題也很明確，手機仍是最大收入來源。蘋果自研調制解調器會繼續壓低高通份額，同時晶圓、封裝和內存成本都在上漲。公司第4季度非 GAAP 每股收益指引只有 2.05 到 2.25 美元，這也是財報後市場失望的主要原因。所以高通並不是基本面全面惡化，而是舊增長引擎在減速，新增長引擎還沒完全接班。我梳理了3種未來12個月的情景，多頭情景概率 25%， 目標價215到240美元。汽車和物聯網繼續高增長，數據中心開始貢獻收入，手機跌幅收窄，盈利重新恢復增長。基礎情景概率 50%， 目標價175到200美元。手機繼續承壓，但汽車和物聯網抵消部分下降，調整後每股收益維持在10美元左右，這是目前最可能的路徑。空頭情景概率 25%， 目標價125到145美元。手機繼續雙位數下滑，蘋果流失加快，成本壓制毛利率，而多元化業務兌現慢於預期。
3個情景加权以後，價值大約是184美元。当前價格低於基礎情景和加权價值，但空头情景仍有接近20%的下行空間。最後说说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高通目前的评级是謹慎增持，基礎目標價185美元，第一批買入区間是148到160美元，當前就在這個範圍內。沒建倉呢，可以用小倉位開始，但不要因為 RSI 接近超賣就一次性打滿。如果回落到135到145美元，而汽車、物聯網和自由現金流沒有惡化，可以考慮第二批增持。如果不願意承受繼續下跌，也可以等它重新站上170到180美元，再用更高價格換取趨勢確認。風險控制參考125美元，跌破這裡，或者手機繼續大幅下滑，同時汽車和物聯網也開始失速，就需要重新檢查投資邏輯。已經持倉的朋友，不建議因為跌得多就急着一次性補倉，可以按照2個區間分批處理。股價回到185到200美元以後，再根據手機收入有沒有止跌，決定是否繼續持有。總結一句話，上一次226美元不追高的判斷已經兌現，現在高通的估值終於回到合理區間，但新業務還沒有完全接過手機業務的擔子，所以適合分批增持，不適合搶底。如果你也在研究高通或者端側人工智能芯片這條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，咱們下期見。